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！青霜！赵雨柔！月如印！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这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？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，
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，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，你且听好了。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舞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动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杰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吧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
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明侯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，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
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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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。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。我过来，冷静，过来！冷静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
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六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父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父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，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吴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吴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吴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！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来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
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
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。真是太好了！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！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
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哎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无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无心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
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冷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吗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续上笨货。我乐意喊行，行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行，行货。笨货，行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、天启四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锁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
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二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，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二位一个问题：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二位。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裘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。圣上，何事啊？回圣上，三顾城传来消息，天外天白发仙现身中原。我朝与天外天有约定，我叫任何人不得私入中原。这白发仙为何无故违约呀？回圣上，12年的约期快要到了。这么快，12年就已经过去了。即便差1天，12年的约定也是未到。这个魔头敢违背约定私入中原，乃是欺我朝无人。奴才请命，擒拿此贼。不记得你和寒水寺的忘忧有过几分交情啊？回圣上，当年奴才游历江湖，曾受过忘忧大师指点，但仅是指点，不敢妄称交情。也罢，吾本想江湖事江湖了，既然天外天人来了，那你就替吾去趟一趟浑水吧。奴才遵旨。圣上，那质子，一切交由你自己做抉择。奴才遵旨。圣上这意思是杀还是不杀？罢了，先去看看，不能让天外天得手。萧瑟，你就别犹豫了。你看这天也越来越热了，你这球衣穿着它也是累赘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千金裘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就做了3个月，防风隔热。防风隔热，冬暖夏凉，我这耳朵都听起茧了。哎呀，咱们要是没钱，你别说租匹马了，连饭都吃不饱啊。那你就不会？是啊，萧老板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就莫要再迟疑，该放手就放手吧。
啊，你们两个是……哎呀，走走走走走吧！啊，放开！别犹豫了，就在前面呢！啊！老板，再来个肘子。不行，就10两银子。那钱财乃是身外之物。闭嘴！咱们现在可就10两银子，吃了这顿，很可能就没有下顿。夏老板，及时行乐呀！你也一样，若是之后实在没钱了，就只能靠你去化缘了。那个，我能再加一份梅花肉吗？当然不行。夏老板，这一路奔波，雷兄弟可最受累了。嗯，你也不希望他饿倒，像刚刚那般浑身无力吧？行吧，最后一份。嗯，好。我去那边点。夏老板可是有事要问我。我的10两银子在你身上，除去这顿饭钱，你应该把剩余的上交。哎，肖老板还是这般心细啊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去大梵音寺？自然是有我想见之人。大梵音寺十分有名，相传魔教当年东征之时，魔教教主叶鼎之曾专程前往大梵音寺求问天道之事。肖老板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又不是什么江湖隐秘。你这么想去大梵音寺，不会也是要问什么天道吧？只是去做一件事吧。什么事？不急，到时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想做一件事，跑这么远去找一个人，说明这个人跟你关系匪浅。算是吧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叫他一声叔叔。都是上一辈的一些恩怨罢了。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
冲出去再说。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……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！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还把酒当歌呢？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了，还哪儿来的？好像……喂，是你在喝酒吗？哎，喂，是你在喝酒啊？哎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吧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我们有缘在此做阶下囚，一起共饮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却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酒不错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糟烧好喝。不知道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起来的？唉，被两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了无解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二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刘无杰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，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北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心。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了。糟了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的这2位朋友可真是有趣的很呢。哼，
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被倒霉的抓到这里来？下次再见面时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你现在被关在这里，想找他们报仇，怕是没机会喽。谁说的？他们当时的确是很没义气的跑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事急从权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肯定？为什么？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觉？你可知道这吴昕是什么人？吴昕，他不是忘忧大师的弟子吗？哼，哎，就算他不来，萧瑟也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毕竟我还欠着萧瑟500两银子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呢？你朋友不来救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也不需要朋友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？我吗？我来这里，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你想当皇帝？哎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做剑仙。这剑仙可不是皇帝封的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放心，当我朋友来的时候，一并把你也救出去。吵什么吵？出来！哎，喂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别慌啊，我朋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公子，那个人真的会来劫狱吗？劫狱？他现在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，还劫狱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我还真想见见他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杰，刘杰，萧瑟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
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，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生追忆，白虎夜行。大水来！快使！这边！奇怪了，于氏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，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？说改就改。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于氏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盘堂里禅者，南湖岂不结路矣？少拽闻了你。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